这几天俄罗斯天空发生的战斗真的夸张到连好莱坞编剧都写不出来。俄空天军的王牌飞行员开着全世界最贵、号称国之重器的苏57隐形战机，配备了最新型的传感器，挂载了最先进的274导弹，甚至战机左侧发动机旁还专门加装了防范无人机的最新款光电瞄准舱。2026年7月6日，俄军飞行员按照惯例飞在西伯利亚湛蓝的天空上，心里甚至哼着小曲在想，这里离前线整整2500公里，连只麻雀都飞不过来，巡逻不过是走个过场。结果就在俄飞行员的眼皮子底下，几架看起来像大号航模，造价只要5万多美金的乌军无人机大摇大摆地撞进了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鄂木斯克炼油厂，砰的一声，火光冲天。苏57拦不住乌克兰无人机，这听起来像个地狱笑话，但对普京来说，这绝对是个彻头彻尾的噩梦。俄乌战争都打到2026年了，大家本以为战线已经僵持了，结果乌军层出不穷地给全球军迷表演什么叫以弱胜强、千里打击，次次都在挑战军迷的常识底线。鄂木斯克那是在西伯利亚平原深处，靠近哈萨克边境，俄军一直把这儿当成绝对安全的聚宝盆大后方。结果呢，乌军直接用一场2700公里的史诗级长城奔袭告诉俄军，只要我想，俄罗斯境内已经没有所谓的安全区了。这一巴掌不仅炸掉了每天能加工46万桶原油的核心车间，更是直接把俄罗斯整个多层防空体系的底库给无情地扯了下来。大家肯定会问，苏57不是号称第5代战机吗？不是要手撕 F-22 脚踢 F-35的吗？怎么沦落到要去空域里跟廉价无人机玩捉迷藏？还他妈没抓到，是飞机不行，还是老俄的防空网已经烂到了骨子里？又或是乌军在不对称作战上的又一次科技进化？他们到底是用了什么神仙兵器，能跨越近3个时区，在5代机的雷达网里优雅跳舞？鄂木斯克炼油厂有多重要，想必大家都清楚。这座工厂去年加工了2300万公吨原油，相当于每天供应46万桶，它是俄罗斯能源动脉上的大动脉。在2026年6月底的时候，俄罗斯媒体还在自卫，说10大炼油厂只剩2座是安全的，其中一座就是鄂木斯克。为什么安全？因为它远呢，距离乌克兰控制区整整2700公里。这距离是什么概念？从台北飞到东京也才2100公里左右。乌军无人机小袭击，相当于要跨越半个亚洲去炸。俄军当时的心态肯定是，乌军就算有通天本领，小飞机飞到一半，电池也没电了吧？但现在乌军不仅飞到了，还在苏57的眼皮子底下完成了精准命中。而且根据已有的情报显示，至少有7架乌军无人机成功突防，火光映红了西伯利亚的半边天。苏57原本是为了夺取制空权，对付高价值目标设计的，现在却被派去抓小麻雀。我想这足以证明俄军地面的 S-400和铠甲 S-1防空系统根本靠不住。更何况俄罗斯的防线实在太长了，2700公里的路径上到处都是漏洞。乌军这些无人机利用地形匹配技术，像鬼魅一样贴着乌拉山脉走低空，雷达根本看不见。等俄军发现不对劲儿，紧急起飞苏57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即便俄军为苏57加装了新型的光电瞄准舱，并配备了273、274这种近战神药，但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夜空，要在几千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精准捕捉几架低温、低速、低雷达反射面的胶合板飞机，这难度简直比在太平洋里捞一根针还要大。另外，量产型苏57全俄罗斯才只有20多架，年产量维持在个位数。俄军派这种战略资产去拦截几万美金的木头飞机，这本身就是乌克兰战略上的巨大胜利。一架几千万美元的战机，看着几万美元的飞机炸掉价值几亿美元的设施，这账怎么算都是俄罗斯亏到了姥姥家。那么是谁完成了这次攻击呢？这次鄂木斯克大捷最大的功臣就是 Fairpoint 研制的 FP1 升级版，这玩意儿绝对是现代不对称作战的暴力美学典范。原本 FP1 的射程只有1600公里，虽然也很猛，但还摸不到西伯利亚。但乌克兰工程师直接在机翼里整合了额外的单体油箱，因此整架飞机就是一个长了翅膀会飞的特大号汽油桶，航程一举突破2700公里。它采用了极简的胶合板和双尾撑结构，单机造价仅约55000美元，这点钱在台北可能连个套间都买不到，但它却能摧毁掉俄罗斯一整年的能源规划。据公开资料显示， FP1 无人机只需卡车拉着斜坡发射架，配合固体火箭助推器，就能直接在隐蔽的树林里完成发射。而为了对付俄军的电子战系统
FP1 无人机还装载了 AI 导航系统，哪怕在失去 GPS 信号的情况下，它也能通过视觉识别和自主算法精确找到那个炼油厂的大烟囱。这就是为什么 FP1 能在苏57眼皮底下精准命中目标的原因。当然 FP1 并非乌克兰的极限，乌克兰现在还有一款让俄军听了就腿软的战略大杀器，那就是火烈鸟导弹。这玩意儿已经不能叫无人机了，它本质上就是一架廉价的喷气动力的巡野飞弹，它的航程高达3000公里，极速时速950公里。最可怕的是它搭载了高达1150公斤的巨型战斗部。1.15吨的纯炸药是什么概念？那是把一整辆小轿车重量的高能炸药以近乎音速的速度直接拍在敌人的天灵盖上，管你什么加固掩体，管你什么核心车间，一发火烈鸟下去，原地只剩灰烬。最重要的是，这款飞弹完全去除了美中零件，是乌克兰自研的战略级武器，专门用来拆掉俄罗斯的军工厂。日前重创切伯克萨雷进步军工厂的，据说就是这枚导弹，再加上还有安托诺夫开发的安196柳地和像火箭一样冲刺的帕利亚尼察无人机，乌克兰现在已经建立了一套高低搭配的远程死亡矩阵，可见乌军正在进行一场有计划、有节奏的去工业化打击。当俄罗斯人还在庆幸自己躲在西伯利亚的时候，乌克兰的真理已经在路上了。截至7月初，乌克兰的这波打击已经让俄罗斯43%的炼油能力受损。俄军现在不仅前方缺油，后方的俄罗斯市民也得在加油站大排长龙，这种心理压力是巨大的。而当普京意识到连苏57都护不住自己的油桶时，他的心理防线也将开始崩塌。泽连斯基这波棋下的极其高明，他把天空变成了俄罗斯的坟场。那么这场天空之战最终会如何收场？普京真的会被逼到躲进乌拉山脉吗？我们都知道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但最后赢的一定是那个更聪明、更狠的一方。泽连斯基在最近的专访里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天空将决定战争的结果。按照我的理解，乌军的制胜战术就是换血，以无人机去轰炸俄罗斯境内所有高价值目标。尽管俄罗斯现在还能用弹道导弹炸基辅，虽然乌克兰的防空依然吃紧，但你们发现没有，俄罗斯炸的和乌克兰炸的根本不是一类目标。乌克兰炸的是俄罗斯的血脉，包括但不限于炼油厂、军工厂、战略储备。每一次袭击都是奔着俄罗斯的心脏、肝脏、眼珠子去的。泽连斯基说得非常清楚，当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从100架变成1000架的时候，普京就会明白，这不是威胁，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随着 FP1 和火烈鸟的量产，乌克兰的打击频率只会越来越高。现在连特朗普都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场战争了。他在电话里夸乌克兰做得好，连这种最现实的政治家都看出了成功的苗头。这说明俄罗斯的颓势已经掩盖不住了。普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你要保卫炼油厂，你就得把前线的防空系统抽调回来。你抽调回来，前线的坦克就会被海马斯、被第一人称无人机炸成废铁。你不抽调回来，后方的能源就枯竭，国家财政就会崩盘。而苏57呢，这种本该在平原上空猎杀 F-16的国宝，现在却在西伯利亚追着木头飞机跑。这不仅仅是军事的失败，这更是战略上的奇耻大辱。泽连斯基预言，当普京亲眼看到这些火光，他就会前往乌拉山脉以东某处。但我告诉大家，以乌克兰现在这种进化速度，就算普京躲进月球，乌克兰人可能也会造出一款月球版 FP1去敲他的门。这场战争的胜利已经不再取决于领土的大小，而是取决于谁能更精准地切断对方的生机。对于现在的俄乌战场，我看到的是一个充满韧性、智慧与暴力的民族，正在用科技重塑正义。最后，我想给在座的所有朋友留一个思考题：如果你是普京，面对这群跨越2700公里、带着1.1吨炸药，还能让5代机失效的乌军无人机，你除了搬家，还有其他的招数吗？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支持乌克兰赢得最终胜利的朋友，请您点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期视频再见。